话说，光看这张照片，你们能想象当时发生了什么吗？感觉像是有什么东西在他们头顶上飞过。但我要告诉你的是，这5人都是美国空军军官，而他们当天的工作任务就是站在原子弹下面进行测试。看到底下那块手写标牌了吗？ Ground Zero 归零地，最初指的就是原子弹爆炸的地点。难道这5个人是犯了什么错才接受惩罚吗？事实证明，他们都是心甘情愿的。那么咱们5奖竞猜一下，这张照片最后是否成为了他们的遗照呢？其实，该原子弹测试只是千锤行动试验的其中之一。千锤行动指的是1957年5月28日至10月7日期间，在内华达州试验场进行的一系列核实验。这次行动虽然只有短短的4个月，但演习引爆了29次核弹。之所以把实验安排得如此密集，为的就是帮助开发洲际和中程导弹弹头，同时也用来测试产量较小的防空和反潜弹头。要知道，在冷战时期，美苏之间的战争不仅仅局限于政治、经济和军事领域，他们还试图争夺太空的主导权。所以，美国想通过千锤行动进一步发现更多改进方案，加快太空备战进程。据统计，大约有18000名美国空军、陆军、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成员参加了千锤行动期间的演习。军方也想通过这些实验，了解普通步兵的身体素质和心理抗压能力，他们是否都能够承受得住核战场的考验。而视频开头的那5名美国军官经历的实验，发生在1957年7月19日。测试地点位于内华达州国家安全基地的尤卡平原上空。还有一名摄影师，不过这里要强调一下，现场有且只有1名摄影师，他的名字叫做乔治·吉务，而他并非心甘情愿地参与实验的。根据记录，5名美国军官站在指定位置，此时天空有2架 F-89喷气式飞机呼啸而过。随着倒计时逼近，很快其中一架投下了一枚核导弹，在天空当中闪过一道非常亮的光，导弹在他们头顶1万英尺的高度被引爆并爆炸。视频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其中一名戴着墨镜的军官还在关键时刻抬起头看了看天空，随着一声尖锐的巨响，白色闪光遮盖了整片天空。这5人明显是吓到了，一个个都缩着头。在一阵寂静过后，厚厚的火山灰云翻滚起来，天空也瞬间变黑，出现了一个火球。由于光比声音传播的要快，所以我们会先看到光，然后才听到声音。话说回来，比起试验本身的意义，我想大家应该更关心这5个人后来到底怎么样了。答案是，所有人都安然无恙。从视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，他们喜笑颜开，相互握着手，一个个都在庆祝自己劫后余生。可明明他们身处震源中心，最后真的平安无事吗？根据资料显示，这5名军官当中，西德尼·布鲁斯上校于2005年去世，享年89岁；弗兰克·鲍尔中校于2003年去世，享年83岁；约翰·休斯少校于1990年去世，享年71岁。摄影师乔治在2010年还接受过媒体采访，谈到了这次拍摄原子弹照片的任务。10年之后去世。诺曼·伯丁格少校在1997年去世，唐纳德·勒特雷尔少校于2014年去世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生前都正常生育儿女，没有任何畸形的情况。只有一点，就是他们大都死于癌症，可死亡年龄却普遍超过了当时的平均寿命，所以很难下定结论，他们所患的癌症是否能够归咎于当年的辐射影响。其实，如果我们只盯着这几个人的人生轨迹来看，那就有点跑偏了。毕竟他们的情况无法代表所有遭受辐射的人。一方面，虽然官方对外宣称导弹是在距离他们头顶1万英尺的地方被引爆的，但实际上爆炸真正发生的高度在18500英尺。另一方面，弹头本身很小，也就是说，他们处在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，该区域几乎不会受到直接辐射的影响。要知道，炸弹小，距离头顶远，就不会吸走灰尘而产生太多的尘埃，反倒是要担心爆炸后面的云，因为它们会布满裂变产物，还散发着大量的热量。最关键的是，大部分裂变产物都会留在高空当中慢慢冷却，到那时它们很有可能会随风飘扬，分散的传播出去。最谢遭殃的莫过于处在内华达试验场顺风位置的地方——犹他州圣乔治。1953年，有调查人员在圣乔治岛上做过辐射测试，发现这地方沉积了大量放射性尘埃。有一段时间，居民们被禁止出门，只能被迫待在室内。出于担忧，渐渐的人们开始离开这个地方，人口骤减，所以多年来，许多内华达试验场运营的相关人员都不约而同地患上了癌症。显然，这些核爆试验太打脸了，他们本意是想向公众证明大气层中核武器的安全性，甚至还有派军官大张旗鼓地做实验。可是很明显，实验结果显示这根本就不安全。后来根据辐射暴露补偿法，政府向2000多名核实验现场参与者支付了约1.5亿美元的补偿。然而接下来的实验，恐怕爱猪人士看了会有些不适。
据记载，在千锤行动当中，有一项名为普里希拉的行动，目的就是为了研究军装对原子爆炸热效应的保护作用，从而研制新型防护服。根据官方报告，试验套装是在马里兰州贝尔茨维尔的农业部设施中心精心定制的。该套装由棉质 T 恤打底，外部防火层是由绸棉和不同成分的中间层组成。不管是接缝、拉链，每个东西都符合 M-1951军用夹克规格，能够适用于炎热的天气。然而这次总不能再用真人来测试了吧？经过研究人员的一致裁定，由猪来代替人类来做实验。作为首选的试验动物，猪的皮肤、内部构造以及对电离辐射的反应都与人类比较相似。很快，1200头猪被挑选了出来，用于千锤行动当中各种生物医学实验和爆炸影响的研究。其中718头猪用于普利希拉行动。在实验正式开始前的几天里，这些猪经过饲养员的喂养，变得越来越依恋人类，完全不怕人。而饲养员深知普利希拉行动的目的，再过几天，这些猪恐怕就要变成香肠了。所以除了常规的食物之外，饲养员还有些于心不忍，于是额外塞了一些零食进围栏给他们加餐。可谁知道，普利希拉行动一拖再拖，原定于1957年6月15日举行的测试，因天气恶劣而暂缓，然后又得重新安排测试日期。不过每多活一天，这些猪就能多享受一天的美食。可随着测试不断延迟，猪的体重增长情况已经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。虽然看似无关紧要，但别忘了，猪一下子长得太胖了，那事先给他们定制好的衣服已经完全不合身，又该如何进行测试呢？没办法，总不能叫停普里希拉行动吧。所以当时放射安全部门的辐射监测员威廉提出，减肥是来不及了，更不可能重新订购一批更大尺寸的衣服，因此他们从犹他州紧急引进了一批体型较小的新猪。这样看来，原来的那些猪可真是太幸运了，不仅美美的享受了好长一段日子，还暂且逃过了一劫。相比之下，新来的一批猪可就遭殃了。他们被穿上不同材质制成的衣服，然后被放入特制的笼子里面。1957年6月24日上午6点30分，37吨重的普里希拉被引爆，天空突然冒出了一道闪光，紧接着就是强大的爆炸波，试验中的惨叫声不绝于耳。一瞬间，沙粒都变成了强大有力的武器，震碎了附近的窗户和车辆，就连435公里外的地方都能听到隆隆隆的声音，可见威力之大。最终官方试验结果显示，这些猪全部都活了下来，只不过80%的身体都被3度烧伤。另外还有一些猪被放置在距离爆炸中心一定距离的猪圈中，外面装了大量的玻璃，用来测试飞行碎片对活体目标的影响。很显然，在试验中，他们一个个被玻璃炸得头破血流，四处乱窜。不过有小道消息称，其实普里希拉行动当中的试验猪，大部分都在1个月内都陆续死亡了，有的坚持了2年，主要死因都是辐射，并非烧伤。当然，那些凭借实力吃胖逃过一劫的猪，最后也没能回到养猪场，而是被用在了其他试验中。那么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各位对于这个千锤行动有什么看法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关注。我是郑任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